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我呢，作为手工的小 UP 主哈，经常和大家分享做手工当中的一些小知识、小心得，有分享过买布的坑，然后还有那个缝纫机，我在用的缝纫机当中的一些功能，还有自己感觉用家用机的心得，有线，有剪刀，还有一些我也说不出来鸡零狗碎的，反正分享了很多小知识哈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个朋友他心很细，就在问我，哎，你缝反口的时候用的那个手针啊，这么细的是什么针啊？我用的呢就是绣花针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针盒子哈，针盒子上面这么一排一排的，看着挺多，其实只有一个号子的针，都是12号。那区别呢就是有些绣花的12号针呢长一些，像这个12号的绣花针呢就是短一些，差很多哈。看得见吗？这么小的东西。这个是3厘米，这个呢5厘米不到，是4.7厘米。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这个我是绣花用的，一般苏绣或者是绣花它不需要那么长。像这个呢，我就是过面料用的，缝反口啊，有时候包个边，手缝敲边啊，就会用这个长的针。那这个2个绣花针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？就是尾部是金色的，就是经纬针。为什么经纬针？就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觉得尾巴这儿有一点点金色，你在穿线的时候吧，我感觉好像孔洞会找的渐一点，就全是一个颜色吧，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。朋友肯定要问我了，你的手缝为什么要用绣花针？这个可以就是跟我自己的一个性格有，我是个急性子，所以我干活呢喜欢快点干。这个针细吧，不管你过多紧密的布，那针细吧过布就是快，它缝起来就是快。但是不管哈，粗针细针，反正就个人用的习惯就可以。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是同样号子的针哈，咱们要挑就挑这种尾部孔洞大一点的，因为你过线的时候好过，还能过2股。说到针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常用的缝纫机的机针哈，机针呢我都放进这个小盒子里。这2天呢，这个是一个礼物，你们来小店买呢，我就会送这样的小针盒子，放针挺好的，又防潮又不容易丢。针的型号呢，我常用的是3个型号，最粗的呢是110号，然后最细的呢是60号，然后中间呢是一个85号。那85号针呢就是很方便，基本上不是特别薄的面料或者不是特别厚的面料，这个85呢就是属于上下都可以，就不用老换针那么麻烦了，这我偷懒嘛，对吧？60号的针啊，我就会用在一些很薄的面料上，比如说夏天，我就会用60号多，比如说真丝的消纱，还有那种透的，就网兜的那种面料，就会用60号针。那个110号针呢，我就用在厚的面料上边，有时候毛呢上面锁扣眼儿，还有就是包带上面几层叠在一起之后，车那个包带那个位置就很厚很厚，就需要用110了。那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那时候也是新手，就不明白那些针，也傻了吧唧的，就一根针用到头，有时候针断掉了，有还在想，哎，是不是缝纫机的面板坏掉了？其实也不是。你拿那个不合适的针，就是细针去缝厚面料，它就容易断针。那有时候你拿那个粗的针去缝那个薄面料，缝完以后它老是都抽在一起，不平整。就有时候你怀疑它缝纫机坏，其实不是，就是没有用上合适的针。前2天呢，有朋友给我留言哈，说他是一个新手，特别新，从来没有缝过扣子，看我做手工吧，特别热血沸腾，不是还。像我这么存心的新手，应该置办什么东西哈？我要在这儿劝这位朋友，就是冷静一些哈，咱别特冲动的置办一堆东西回家。我看见过，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嘛，那小区里的妈妈很多一起在聊天，他们看我吧，做的挺热，一会儿一个包，一会儿一个什么东西，看的也是特别的热血沸腾的。回家呢，都把东西给置办齐了，连锁边机都置办上了。但是呢，后来做，因为一开始你用机器缝，我说实话哈，就不太能掌握。家用机的还好，因为它速度慢。你要是平车，就是那种插电路特别快的，其实速度很快，它不好控制，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训练过程。那咱们新手买点什么呢？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买针、买线。然后呢，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囤布，囤布真是一个坑，你一下子会买很多布。但是如果是你手缝，你又做不完那么多，所以建议大家呢买材料包，
购物网站上面有很多的那种好点的材料包，你呢先买小小的小手工开始做。前段时间呢，我是不是还分享过香包？像这种小手工就特别合适新手，拿根针，拿根线，是吧？弄点布头，一做吧1个多小时，哎，有成品出来了，是不是也挺高兴的？做手工吧，它这成功的几率大，你的兴趣就特别大。慢慢的呢，后来你就会知道哦，那我就买缝纫机。你已经不满足手缝的那个速度了，这时候你想我快点，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想买缝纫机了。买缝纫机呢，一般家用机哈，价位差不多，功能也就差不多，咱别一下子就是顶配，因为功能特别多，你弄不明白那些，因为你没有接触过，所以就弄不明白这些功能，主要的是看后期维修。价格差不多的型号，就是中级、初级、高级，就是差不多的级别，维修很重要。那么一定要看这个城市里边，万一我坏了，修起来方不方便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哈。等你把缝纫机玩的差不多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你再想手工买什么，就压根就不用我告诉你了，你那时候就特别明白自己想买什么了。比如像我现在，我想买衣服，我就去直播间里去淘布去。是吧？4块5块的，咱练手玩呗。这些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。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听我说到这儿了哈，记得要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